他距离系统任务完成倒计时就剩下1天了。如果完不成做衣服任务，他就会和系统一起毁灭。但为了能留在这个年代和帅气老公一起生活，他只能加班加点的干。吃过饭等夜深，傅少铎睡着后，他照例进到空间里去裁衣服。他心里着急，手上却不敢急，一针一线的慢慢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一件衣服大功告成。江庆把衣服拎起来，怎么看怎么觉得好，把衣服叠好。江庆抱着衣服从空间里出来，重新躺回到炕上。黑暗中，他朝傅少铎那边看了一眼，但愿他能喜欢。进入睡梦前，江庆已经开始畅想明天能给什么奖励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庆早早就起来了，果然心里有事就睡不踏实。江庆爬起来时，傅少铎还没醒，他把衣服放在傅少铎身边，估计是他动静有点大。傅少铎突然间睁开眼，快起来，试试我给你做的新衣服。你又给我做衣服了？傅少铎挺惊讶，上次江庆已经给他做了一件，没想到短短时间又做了一件。上次去县城就买了10尺布，这么说起来，你这是把布全都用到我身上了。你穿上试试，我先出去，穿上就别脱了。傅少铎都没来得及说话，江庆就一溜烟跑出去了。等江庆从厕所回来，还没走进屋里，任务完成，奖励各色布料100匹。然后就是当当当布料掉落在空间里的声音。江庆用意识看过去，那些布料都是当下常见的布料，有棉布、的确良、碧基布、薄呢等等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，以后我再做衣服就不用担心布料不够用了，真不错。江庆也不知道自己是咋了，不做任务心里痒痒的难受。系统，还有没有任务了？系统马上给了回应，发布了新的任务。成长任务，请宿主喂养自家的鸡仔长大，并下满100个鸡蛋。任务奖励待定。这个任务看起来一点都不难，等着小鸡仔长大下蛋就可以了。他正高兴着，脑袋里竟然又响了一声。成长任务，民以食为天，具备一手烹饪绝技，是一名家庭主妇的必备技能。检测宿主烹饪技能点，检测中。检测完毕，技能点为 1.5， 等级为初级，请宿主尽早提高技能点数至5，达到中级水平。江庆一脸懵逼，啥玩意？我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久的饭菜，技能点数才 1.5， 搞笑呢？你这是怎么计算的？我可是天天做饭，技能点数不可能才 1.5。江庆非常气愤，请宿主正视自己的烹饪水平。一个人的烹饪水平与其做饭次数无关，与质量有关，请宿主积极提高该项技能。这怎么提高啊？就靠我每天做家常菜，猴年马月能提高，不干了。江庆撂挑子，系统立马就怂了。上次宿主撂挑子，他还心有余悸，于是只听啪嗒一声，一大本厚厚的烹饪大全落在江庆怀里。谢了。江庆翻开烹饪大全，大致看了看，里面经典菜品全部都有。和裁剪大全不同的是，这本书居然是带有味道的，翻到哪道菜就能闻到这道菜的香味。江庆闻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他赶紧把书合上。好家伙，学个烹饪还得经受住考验，不然菜没学会，光闻味儿都要馋死了。江庆把书扔进空间，他想回屋看看傅少铎穿上他做的衣服帅不帅。看到傅少铎时，江庆惊呆了，这也太帅了吧！他一直盯着傅少铎看，把傅少铎都看害羞了。谢谢你，衣服我很喜欢。喜欢就好，那我去做饭了。厨房里面一边做饭，他一边想着烹饪大全上那一道道看着就美味的菜肴。要想做好这些菜，用到的调味料必不可少，家里现有的调味料远远不够。江庆盘算了一下，等周日去县城看看，有啥先买回来啥吧。反正系统也没要求做到和书上一模一样的程度，我还只是个刚学会做家常菜的小菜鸡，对自己的水平特别有逼数。这天下午铲完地，江庆风风火火回家，吃完晚饭收拾好，他借口太累早早就躺下睡觉。等傅少铎醒来时，看到的就是江庆仍在呼呼大睡的样子。想到他从昨晚7点多就开始睡，一直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傅少铎眼底划过一抹心疼之色。一定是又要干农活，又要照顾我，还要照顾菜地和小鸡仔，把他给累坏了。自己的腿要是能早点好起来，早点帮他分担就好了。傅少铎盯着对面江庆的睡颜，心里涌动着一股陌生的情绪，他说不清那是什么，只觉得自己此刻竟生出想摸一摸他脸颊的冲动。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，傅少铎慌忙收回视线，他感觉心口的位置跳得有些快。这时候江庆醒了，他没发现傅少铎的不对劲，醒来叠好被就去洗漱做早饭了。2天以后，终于到了周日休息，早早的江庆跟何春平还有吴丹就约好今天一块去县城。临走前，他嘱咐傅少铎自己在家小心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去县城吧。钱和票够吗？这次的够用，等以后不够了我再和你说。那我走了。说了一声后，江庆背起帆布包跑出家门。外面吴丹和何春平都已经站在那里在等着他，难得休息一天去县城逛逛。吴丹跟何春平都很高兴，江庆也高兴。他高兴的是今天终于能去黑市卖东西了，因为之前修大坝的原因，家家户户的东西都不够用，今天要去县城的人特别多，
一辆拖拉机根本装不下。江庆没有挤上拖拉机，何春平和吴丹都着急地看着江庆。江庆告诉他们他骑自行车过去。他回家推了自行车，骑上自行车往县城去。其实刚才他是可以和吴丹还有何春平一块上去拖拉机的，但是中途他改了主意。我要去的是黑市，可何春平明显非常反对我去黑市。既然如此，干脆就不和他们一起走了，这样就不怕被何春平看到我去黑市了，免得他跟着担心。原来江庆是假装自己被挤出人群，没上去拖拉机。老公的队友不小心给他透露了黑市的位置，他迫不及待的就偷跑到黑市，竟然开始摆摊做生意，还遇到一位大客户，开始了他的致富之路。1个小时后，江庆终于骑到了县城。按照王维远说的，江庆找到了黑市。难怪上次我找不到，原来这么偏。黑市不在繁华的主干道，而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市郊。如果不是王维远告诉他，江庆找1年也找不到。江庆把自行车收进空间，挎着帆布包走了进去。那里是7拐8拐的小胡同。这个地方找得好，一旦公安过来，那些小摊贩可以马上跑进胡同里，熟悉地形的话，很快就能逃走。江庆在黑市里来来回回逛了一圈，发现卖粮食的大部分都是粗粮，玉米面、高粱面啥的，还有卖红薯当粮食的，1块钱能买1麻袋红薯。卖大米和小麦的很少很少，并且大米竟然卖3毛钱1斤，不要票。粮站的大米才卖1毛7，但是要同等斤数的粮票，而且还是定量的，不能多买。供销社普通的棉布要3毛5分钱1尺，稍好的绣花棉布更贵一些，要4毛5分钱1尺。的确，粮是这个年代最时髦的布料，就更贵了，1尺要1.5元，另外还需要相应的布票。江庆盘算了下，我的布料都是没有成本的，但是也不能卖太便宜，否则扰乱黑市的物价，容易被其他摊贩排挤，那样后续买卖就不好干了。综合考虑，他给普通棉布定价5毛，给绣花棉布定价6毛。考察完毕，江庆开始摆摊。他把布铺在地上，然后从空间里把大米、白面和布料摆在上面，一个小小的摊位就成型了。当然，他做这些的时候是背着其他人的，以防被人看出不对劲来。摊位刚摆上没多大一会儿，就来了一个大妈，年纪约莫50左右，一看就是很体面的人，家里情况应该不错。大妈拎着个袋子，在各个摊位前都会扫上2眼，但没停下来买东西，一直走到江庆的摊位前，他才站住了。小同志，大米怎么卖？大米3毛钱1斤。你有多少斤大米？江庆在摊位上只摆了几斤大米，就是摆在那里告诉大家这里有大米卖。你想要多少？10斤，3毛钱1斤的大米，买10斤就是3块钱，不便宜了。哪知大妈摇摇头，低声地说：“我要100斤，你有吗？”没想到竟是个大客户，有的，有的。大妈吃了一惊，黑市上卖大米的本来就少，她好不容易找到2家卖大米的，问过后都没有这么多大米，在江庆这里也只是试探性的问一下，没想到竟然问着了。不过他看了看摊位后面，没看到装大米的袋子，不由怀疑这个小姑娘。真有那么多大米吗？不是在蒙我吧？大米太重了，折腾过来不容易，我就拎来一点当样品。你要是想要，把地址告诉我，可以送上门。还能送上门？小同志，那就麻烦你帮我送到家里去，我确实拿不了。没问题的。江庆和大妈确定了送货时间和地址，大妈告诉他等大米送到了再付款。对这点江庆没有异议，换做谁也不会放心黑市里的摊贩，哪怕给定金都不敢，万一拿着钱跑了呢？找都没地方找。小同志，你可一定要来呀！我儿媳妇马上生孩子，得给她多准备点大米，月子里熬粥喝。一听对方家里有儿媳妇要生孩子，江庆立马来劲了。生孩子可不光需要大米，其他东西也需要啊。他空间里东西可多着呢。大姐，你儿媳妇生孩子，万一孩子生下来她奶水不足呢？到时候饿到孩子就不好了。我这里有奶粉，你要不要备2袋？还有肉罐头、鱼罐头、水果罐头，都可以给产妇吃。对了，鸡蛋要不要？大妈非常激动。你这里什么都有？那必须有。有没有肉卖？想要啥有啥，当然有，都是现杀的，新鲜。江庆答得毫不迟疑，大妈愣住了。小同志，你这咋啥都有呢？我还从来没在黑市碰上过这么全能的摊贩，其他摊贩都只卖1、2样，这小姑娘倒好，10样8样都有了。您别管东西怎么来的，这我肯定不能和您说，但有一样都是正规渠道，没有啥歪门邪道的，这个您放心。江庆长得白净漂亮，说话又很实诚，一番话保证下来，大妈最后一点顾虑也没有了。那你这些东西都怎么卖？她都按照市价贵20%报的价，再高就有点太黑心了。江庆自己良心过不去。行，这些我都要点。一看江庆报的价格实惠不虚高，尤其有的东西有钱都没地方买，大妈放下心来，知道他不是宰人的黑心摊贩，便一口气报了一大串要买的东西和数量。东西太多，我一次性肯定送不完。这样吧，您别着急，我先送大米过去，然后再送其他的。大妈有点过意不去，这么一个小姑娘，让人家送2趟实在太辛苦。要不让我儿子去你那里取吧？不用，我一个人忙得过来，别看我瘦，力气大着呢。对了，人家卖这些东西是有风险的，肯定不能让人知道在哪。那好，那你就送过来吧。2人约定好，
大妈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江庆没着急，1个小时之后才不慌不忙地收摊离开，拎着东西走到无人的小胡同里。江庆把东西扔进空间，然后往大妈家的方向走去。大妈家在一幢红砖楼里，县城里能住上红砖楼的屈指可数，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这大妈家里条件非常好。走到门口，他意念一动，下一秒2袋50斤装大米出现在地上。江庆敲响房门，屋里就在江庆敲门前的10分钟，李青兰正和儿媳妇孟洁捣鼓一会儿有人上门送大米。孟洁还不太信，认为婆婆被骗了。妈，现在细粮多紧张啊，谁能一下子搞到100斤大米？就是粮站的，怕是也困难。不能，那姑娘一看就是个实诚人，不能骗我。再说她骗我干嘛呢？咱们连定金都没给人家。孟洁想一想也是这个道理，可是她还在奇怪，真有人能一口气搞到100斤大米，这得是多厉害的人。对婆婆嘴里的姑娘，她现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这时房门被敲响了，江庆以为来开门的会是李庆兰，他们之前说好的就是这个时间。门一打开，站在后面的却是个大着肚子的孕妇。这应该就是李庆兰口中快要生产的儿媳吧？你好，我来送大米。地上2个大米袋，装着整整100斤大米。孟洁的眼睛顿时亮起来，眼巴巴地看着大米，心里高兴得不行。这下不用担心月子里没有细粮吃，不用愁了。我帮你们把大米拿进去吧。那太谢谢了。没事。大米放好，李庆兰也把钱数好，交到江庆手上，一共30块钱，你数数。3张大团结拿在手里一目了然，没啥好数的。江庆把钱揣在兜里，我回去准备其他的东西，2个小时后送过来。